我觉得我们先聊一下谈话的框架跟脉络，做一个预告吧。从现代主义三巨匠开始讲，赖特算是一个开胃菜，从三巨匠开始展开嘛，因为这个三个人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主义起到推动和启蒙的作用和角色，所以我想说按照这些章节来。但这里边呢，我们更多也就偏重在这些大师做的住宅项目啊，就跟我们自己普通的人相关的，就我的知识积累来输出，那有对有错就得多包涵。三巨匠这次讲勒克布西耶，然后下次我们可以从格鲁比乌斯或者是 Miss Pandlo 开始啊，这两个都可以。既然我们聊建筑大师啊，勒柯布西耶一定是逃不开的一个名字。但其实呢，我最早知道勒柯布西耶呢是买眼镜儿，它里面就会有推荐勒柯布西耶同款，在我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柯布西耶他到底有多厉害？他就开山祖师，简单来说就是现代建筑体系从勒柯布西耶开始。它最重要就是革新了建筑的建造方式，重新制定了一个新的现代的建筑的方法，因为在之前都还处于一个混沌，这个跟技术其实息息相关的。但我更想说眼镜的事情，他其实以前在成为建筑大师之前，他还是个艺术家。他跟法国的一个大哥叫奥赞方，他们有一个学派，就是叫纯粹主义。讲 Purism 大家都不知道，讲 Cubanism 大家就知道，立体主义。它的形态啊、构图啊、组织啊更加的感性，有很多随意的部分，有很多多余的表达的部分。但 Purism 呢，它讲究的就是秩序，它把立体主义里边的那些梦幻啊、非现实的东西去除了，就特别理性。它其实这个圆眼镜，我觉得多半是来自于他对 Purism 的这个艺术观点的一个强化嘛。所以你看后来什么 Philip Johnson 啊、贝聿铭啊，包括香港的梁志天老师，室内的大师都圆呢。当时可能也没人卖那个形状，他自己设计这个眼镜。那个时候你想想看，什么达利啊这些人都给自己整了造型，在法国要混，那不得弄点花样啊？包括勒柯布西耶这个名字，他原来不叫这玩意儿，他原来叫查尔斯·爱德华·让纳雷。前段时间特别流行中古家具，里边有个 PJ 椅，就是昌迪加尔印度的那个椅子，木头的。PJ 就是皮埃尔·让纳雷，爱德华·让纳雷的堂弟，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合作了很多项目，到后期他们有很多家具的实践啊，包括大家经常会看到什么 LC 椅啊、LC 沙发呀，其实这些都是勒柯布西耶设计的。你看，他又是会产品设计、家具设计，包括他又是艺术家这样的多重的身份。问题来了，柯布西耶怎么在众多的这些能力当中选择了建筑，而最终也成就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我得从拉绍德峰跟你讲起来啊，就原来这个爱德华·让纳雷，他是一个瑞士人，他在拉绍德峰，他是一个制表的重镇，他原来学的是在表上面做刻绘，怀表啊上面画一些花呀，做一些设计。柯布西耶他爸是做那个表那个珐琅，所以他也算是子承父业，或者是那个镇上其实大家都是学这个。然后他制表的这老师看到他的天赋，你这个大才不是光要造表的，那我来给你参与一个房子的设计。因为包豪斯那时候还没有，手工艺跟艺术是分开的，也就是设计那时候都还没成一个专业的。所以你作为一个建筑师的话，你可能哪样都得懂，你得统筹这些工人按照你的想法去造。他可能这个时候对建筑产生兴趣了，他跑到意大利去进行他第一次建筑壮游嘛，去看原来的这种大理石的古典建筑，不断的去画去琢磨。到他23岁那一年，他就到巴黎去了，就碰到刚刚那个奥赞放，他们俩就开始，他有个期刊叫《新精神》，上面去发一些对这个立体主义的观点啊，或者对建筑的观点啊，他这时候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叫勒柯布西耶。再到后来，他又得到很多委托，开始崭露头角，慢慢的孕育出他的现代主义建筑观点，就建筑5点。所有建筑入门必修课，第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叫萨福伊别墅啊。我念研究生的时候，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这个萨福伊别墅，把它的蓝图找出来呀，去建模呀，制造物理模型啊。它有哪建筑5点呢？第一点就是首层架空，它第一层不怎么住人的，主体的建筑是悬浮的。第二个呢，多米诺结构嘛，就是楼板跟柱子中间不需要墙做承重了以后，地面就自由了，叫 free facade 自由立面。同时呢，
还有 free plan， 结构变了，没有墙了，你不就自由？上次讲赖特也是柱子的序列，它中间通透了自由平面，你想搁哪个多大房间做什么都可以。还有一个呢叫横条长窗，窗户是连续的，现在看来很正常，在他那时候非常革新的。然后屋顶花园，这5个点作为现代建筑5点，从那个时候开始，现代主义就大刀阔斧的走上了历史的轨道。当然这个有很多历史原因，比如1战啊、2战啊，社会资源的紧缺啊，对高效率建筑的需求啊，高密度的需求啊，包括科技的发展。其实科技发展的也没怎么成功，因为混凝土是发展出来了，但是混凝土防水没怎么发展好。它这个萨福别墅是一个度假别墅，然后一搬进去就开始漏了，然后在里头待着又得风湿了，又这那了，反正就逮到柯布西耶一通告。后来人家搬进搬出，有一段时间废弃了呢，后来法国政府要给拆了，建筑界跑来就是不行啊，这地方留着得，所以这个东西就被保留下来了。但这个项目从使用者或者甲方角度来说，它不是一个太好的项目，对建筑发展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我去过这个房子，那个房子非常精巧，正面你面对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悬浮的白盒子，1楼就是一个弧形的窗户推在那个柱子后面，右边是一个车道。那个时候汽车都还没普及，那个房子有2个车位。2楼呢就是一个白的盒子，中间有横条窗户，然后到3楼是有一个曲面的一个小的高墙在楼上。刚刚讲完正面，讲背面。背面你看那横条的玻璃窗，还有那个散热孔啊什么，你看起来就像一架机器啊。这个大师还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叫做房子就是居住的机器，他觉得房子也是应该像机械一样为功能服务，非常冷酷的提供各种功能。回到这个房子，它有3层，第1层是附属户间，2楼的住人的，但是2楼它还配了一个中庭，这个中庭也是露天的，它2楼就已经有屋顶花园了。你从1楼的走廊走上来，看出去就已经看到一个小花园，就是露天的。它还有一个观点叫做建筑漫步的观点，其实我相信建筑漫步的观点也就来自于立体主义它的艺术表达，因为立体主义打破了这个画面是静态的框架嘛。其实勒柯布西耶我理解他这个走廊就是你在不停走的时候，你这个建筑是一个变化，但这个东西我们早就破解了，一步一景。就我们苏州园林中国造园里面就讲求这个建筑漫步啊，它这晚了很多年了。然后走到2楼的客厅啊、厨房啊、餐厅啊都井井有条的，再往上走就是真正的屋顶花园。明明它这个主体是个机械方块的，但在最靠前的地方它做了一个很优美的曲墙，然后有一个小窗户，那个窗户就是一个框，你就透过这个框可以看到外面的景，它等于说像一幅画一样。这个房子就特别精致，就一下子石破天惊了，就是建筑5点奠定了现代建筑的一个发展方向。一直提到创新这个事情，无论是从事设计的从业者，或者说哪怕是一个普通人，比如说我要给我的家做个装修，我可以很轻易的在网上能找到大量的 reference， 就是参考图。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的 reference 从哪里来呢？我有个老师啊，叫 Jack Brehart， 他写了一个欧洲壮游，他按照柯布西耶的游览路线，他一条一条的走，走完了以后，他把柯布西耶的手稿啊和他的感受啊，自己记录的东西，它合成了一本书，这本书不在我手边，它有中文版的。其实建筑师在那个时代更多的是在往历史上看，你比如说帕特农神庙嘛，柯布西耶在那就大量的看，你看那个 pilotis system 手层架空，那神庙前面不就是柱子吗？很多创新并不是闭门造车创造出来的，很多创新其实是积累了大量前面的案例啊、研究啊，然后突然有一个点松动了，你很多不能实现的想法突然就迸发出去了。你就比如说水晶宫，那时候就是铸铁跟玻璃工业化生产嘛，很短的时间内拼出那么大个房子。再后来你就到这个现代主义建筑，钢筋混凝土成熟了，可以已经被广泛利用。最早先彼得拜鲁斯那个时候建的那些工业厂房，比如说德国通用的有个叫涡轮工厂，大量的使用钢筋混凝土做结构啊，然后钢结构做大跨的屋顶啊。那个时候工业建筑已经推进的非常猛了。Peter Barons 这个人是谁？柯布西耶曾经在他单位上过1年的班。这个点是现代主义3巨匠的第一次交汇。刚刚说那3人都在这单位上过班，所以现代主义3巨匠你看到没？其实这技术好像是成为他们核心的动力，推他一把往前能够创造了。所以一个是想象，一个是技术进步，这2个东西是相辅相成在推动创新的。
我们感觉好像柯布西耶他的东西随着技术的发展应该在不断进化的，但是反而就是我们上期聊赖特的时候有提到，他晚年做了一个朗香教堂，那个东西完全打破了他自己建立的那套知识体系。首先它项目类型的特殊性啊，它是一个跟宗教有关的建筑，它的功能性跟精神性其实是相对平衡的。勒柯布西耶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反思，就是他更多的从现代主义这种单纯的建筑就是机器的角度反思出是不是应该有感情。所以朗香我觉得更多的他就站在现代主义的大前提下，再往 organic 有机建筑去发展。他那时候在法国南部给自己盖了个小房子，他每年就暑假他就去住去充电，那个时候他就观察自然，比如说贝壳啊螃蟹啊，他很多反思，他在想说是不是直线就是对的，或者这种冷酷就是对的。好像做这种通用的 generic design international style 太 boring 太无聊了，叫 less is more， 少就是无聊。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古典的建筑样式啊，很多这种结构的东西啊出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整个社会在反思，但我觉得朗香教堂在柯布西耶的角度，他其实自我就已经在开始反思现代主义。有很多东西是虽然在建筑角度推进了很强的一个角色或者一个时代，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建成了以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的反思。你就比如说马赛公寓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柯布西耶做的啊，一个大公寓，那公寓里面有多少户呢？第一座是337户，这个东西跟我们现代的商业综合体非常像，它就是一个大房子，里头有大量的居民，它有各种模块，它等于说把这个小社会装到一个房子里面了，包括它的屋顶花园啊，特别美，它的屋顶建的就像沙滩一样，曲线造型的，跟它那个萨福伊别墅很像，就是顶上又开始飘逸起来，有曲线。他就拿着钢筋混凝土做这种东西，因为马赛公寓它依托的背景是它更宏大的一个理论，叫做光辉城市啊，也叫300万人口城市。它是当时嫌巴黎太乱了，所以呢，柯布西耶觉得应该在巴黎北边拆出一块空地，建这么一个光辉城市，就能乘300万人口的。怎么做呢？工厂离城市最远 ，CBD 用大交通体系连到住宅区，住宅区全是挑空的，把陆地弄出来做绿化，公共空间，然后配套。你看，跟我们现在城市里的小区像不像？那个时候，法国政府就说不行，太僵硬了，也不美，就被否了。但后来他到昌迪加尔去做了一个纯粹的城市实践，他规划了一个他理想中的这种城市，结果确实他就有缺点，包括他的那个马赛公寓，这个人跟人之间虽然物理距离拉得更近了，住得更密了，但是关系变隔绝了。所以其实这个尝试在那个时候是有点超前了。但你现在在看中国的城市实践，它有很多东西它映射它的成功的点，比如说商业中心啊、大的交通啊，包括住宅区、工业区的区隔呀。但同样也带来问题，就是它这个逻辑最核心不成立的地方，就是城市是一日建成的。它不像南京城、北京城，它从一点点长开了，长开它就非常有机，它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况，它变得非常复杂，而且有很丰富的层次。你突然哐扔一个大盒子，里头能装几百万人，它完全就是割裂于这个社会的。那我这里抛出最后一个比较开脑洞的问题，假设如果这些大师能活到现在，那他们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呢？我觉得是会的，就他们的思维方式一直是超前。你就柯布西耶最早先建的这些小白房子，像萨菲别墅这样的，到后来马赛公寓的时候就开始变粗野了。粗野主义也是一个风格，最近不是刚出那个电影吗？叫 Brutalist。然后再往后，他那个朗香，其实在法国还有一个项目啊，那个也是个教堂，都是很 organic， 就他又开始往有机建筑去思考了。我相信这个大师如果得到更长的寿命，他就可以释放更多，但这已经足够了。他做的事情影响了太多，现代主义本来这个运动它就影响了太多。就后来大家熟悉的什么安藤忠雄啊、妹岛和世、西泽立威啊，包括欧洲的 Rem Koolhaas 啊、扎哈哈蒂的啊，这些都从这根上就展开了这个长起来。这里插一个，安藤忠雄他就是被柯布西耶折服的一个，他原来是打拳击的嘛，后来决定做建筑，他也去壮游了。他不但想要看所有柯布西耶的房子，他想拜访柯布西耶，结果他去的这个时段，柯布西耶去世了。安藤为了了却这个遗憾，他也养了个狗，他的狗叫柯布西耶。
那我觉得下一期我们可以插一个安藤忠雄进来，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安藤忠雄这个名字，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几块破水泥板子有什么厉害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哦，安藤很有趣。当然，我又回忆起一段不堪的学习经验。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班里的老师啊，可能也比较年轻，但是又想要彰显自己的学识吧，说安藤啊，混凝土就是他的情人啊，这是什么？比喻真是恶心。但是呢，话糙理不糙，就是清水混凝土真的是跟安藤是撇不开关系，这太棒了。对，那这里我们就做点预告嘛。首先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下一期我想就着这次的话题呢，我们就聊聊安藤忠雄，抛出一个小小的引子，就是打着雨伞上厕所的房子还能叫好房子吗？